7月23号，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宣布猴痘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事件。提到猴痘呢，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就会想到那个一粒一粒的症状，但是你知道吗？猴痘的症状已经悄悄的在改变，而且主要感染者为男同志，在精液中甚至可以验出猴痘的病毒。那么猴痘算是性病吗？阿巴嘎巴，我是小绿彩民谣技师，今天为你们整理了关于猴痘的资讯，包括为什么猴痘会称为紧急的突发卫生事件，猴痘症状的改变，猴痘不寻常的传播方式，为什么目前比较多男同志确诊猴痘，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预防猴痘。首先我先讲解一下猴痘的背景，让你们对之后的资讯更容易的了解。猴痘之所以被称为猴痘 Monkeypox， 是因为这个疾病在1958年的时候在实验室的猴子上面被发现的，直到1970年才在人类中被发现。虽然猴痘被称为猴痘，但是自然界猴痘的宿主并不是猴子，目前专家猜测应该是啮齿类动物，比如说老鼠吧。如果环境中有老鼠或者去打猎有接触到这些动物呢，就有可能染上猴痘。人类其实不是猴痘病毒的对象，就是那种我想要去找老鼠，结果我不小心找到人类，所以猴痘在人类体内发展的比较慢，潜伏期也比较长。这样听起来猴痘其实不算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那为什么猴痘会被称为公共卫生事件？第一点，因为猴痘传播的速度很快，自从2022年5月猴痘爆发开始，直到7月23号，已经蔓延了75个国家和地区，累积了16000多宗的病例，还有5宗死亡案件。之前猴痘都是比较小规模的，在非洲国家地区爆发，从来都没有扩散到这么多个地方过。第二点，就是因为我们目前对2022年猴痘的了解还太少，所以需要有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当猴痘刚刚爆发的时候呢，你一定有看过这一张照片。现在我给你们看的是目前猴痘患者水泡的照片，你们看得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吗？2022年猴痘的水泡看起来更像是痘痘，或者像我们有时候用剃毛刀剃毛的时候毛囊肿起来的样子。所以现在猴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被诊断。一开始感染到猴痘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出现正常的免疫反应，会出现包括发烧、身体酸痛、疲劳等等的症状，过后就会开始长水泡或者是红疹。除了猴痘的水泡不再像之前那样，2022年的猴痘还有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就是红疹大部分开始于私密的部位。有些案例呢，这些猴痘就不会扩散到其他的身体部位，有些案例呢，那个猴痘就会越长越多。这些患者形容猴痘很痛、刺痛或者是痒。现在给出的建议是，如果你身在有猴痘疫情的地方，又在身上发现有水泡，立刻的去就医。看到这里，你了解到2022年的猴痘是从私密处开始的，那么你可能会联想到它的传播方式可能是通过。目前的资料显示，人与人之间猴痘的传播方式分为2种。第一种就是与感染猴痘者的亲密接触，第二种就是通过接触到被感染的物品，比如说传单啊、枕头套啊。这里的亲密接触指的是 cuddling 拥抱和亲吻。当我们与其他人有肢体接触的时候，会造成我们身上有 microabrasion， 应该是讲微磨损。我们的肉眼看不到，但是病毒看得到。病毒就会通过皮肤磨损的地方进入到一个人的身体。当我们与其他人亲吻的时候，口腔中如果有溃烂、磨损，病毒就可以直接通过接触口腔的黏膜或者有呼吸道的飞沫来感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没有 COVID-19 那么强的传播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的猴痘患者呢都承认在染病之前有发生过性关系。那么猴痘到底算不算是性病呢？已经有报道指出，精液中是可以检测到猴痘的病毒，但是目前还不清楚猴痘会不会通过精液、羊水、血液传播。
所以严格来说，猴痘还不算是性病，但是你在做爱做的事的时候，你肯定会有肢体的接触，所以爱就有风险。话说我这个频道也是有在讲性健康的，有兴趣的可以按订阅关注一下哈。目前感染猴痘的患者主要为男子，而且是同性恋男子，所以有的人称猴痘为基佬痘，有的人说猴痘是上天对同性恋的惩罚。关于这种说法，我其实是有点无言啦，因为不管你是什么性向的人，你对你的伴侣一定会有什么亲密接触。关于为什么目前感染者大多数是男同志呢，是有几个看法的。第一种看法就是一开始感染猴痘的人呢，就是一名男同志，自然而然他接触的圈子就是男同志的圈子，所以猴痘就在男同志里传开来。第二种看法是有在进行高风险性行为的男同志会比较注意身体的变化，比如说私处起疹子的时候，他们会想，我会不会染上了性病啊？所以呢，他们就会跑去看医生，进而被诊断出患上猴痘。高风险性行为的例子有包括爱不戴套啦、群交啊、和陌生人性交等等。就像我之前说过，如果是无套的话，有比较高的感染性病的风险。我之前影片也有分享过如何正确的戴套。群交就是你接触到的人比较多，自然你的染病风险就比较高。陌生人是因为可能我们不知道他的过去，不知道他之前染过什么病，所以也是有比较高的风险。这些高风险的性行为其实不单单存在于男人与男人之间，难上加难，左右为难，在男女之间呢也是有这些行为的。所以非男同志的人群是不是能够幸免于猴痘呢？我觉得如果当中有双性恋的男子，然后还有接触到女生，这个猴痘还是会在其他群体蔓延开来的，因为病毒它辨别不了性向。那么大家要怎么预防猴痘呢？就变成非常的明显了。第一就是限制与猴痘患者或者是疑似猴痘患者的接触，如果是自己有猴痘的症状，那么就隔离自己。第二就是远离疑似患上猴痘的动物。第三，如果你的工作中是需要整理传单啊、整理棉被啊，比如说你是在酒店工作的，那么你就要做好防护措施，比如说戴上手套。现在有些酒店还有提供自己整理传单的选项。第四呢，就是实行安全的性行为。当猴痘的水泡完全脱落过后呢，是已经不会有传染的风险，但是水泡完全脱落的12个星期内有进行性行为的话，还是需要戴套。如果你是女子或者是你是受的那一方，都需要坚决的让对方戴套，因为你也不知道他之前有没有染上猴痘或者其他的疾病。我原本还想继续谈谈猴痘阴谋论，但是录着我怕我的影片太长了，请订阅并点开小铃铛，以便收获下一支关于猴痘阴谋论的影片，包括靠着疫情赚钱啊、人为释放啊。我是雷莎一名药剂师，主要分享关于健康、保健品、药物以及药剂师工作。我们下一支影片见，拜。